這個男人正在懸崖邊忙碌，他用繩子綁住2塊破木板，接着又和同伴把捆好的木板拼在一起，然後又搬来大石头，牢牢地压在上面。两人忙得不亦乐乎，可身後的村民卻投來異樣的目光，覺得他們腦子有問題。2天後，男人的辛苦初見成效，他和同伴黃毛小心翼翼地走上木板，木板劇烈地搖晃着，只要稍有不慎，便會摔得粉身碎骨。可他們不僅不害怕，反而激動地望着對岸，相信只要堅持，就一定能造出一座橋，堂堂正正地跨越這座萬丈深淵。2人拿起鐵斧，一頭扎進森林，沒日沒夜地砍樹。村民們都覺得他倆瘋了，可他們卻從來不受影響，聽到風涼話，幹活反而更加有勁兒。就這樣，2人日復一日的在懸崖邊忙活。為了把木橋建得更長，他們用粗壯的樹幹做地基，用結實的繩子吊起橋面，最後又把所有繩子固定在村裡的大樹上。很快，木橋便搭到了峽谷中央。2人登上石柱，奮力地把大石頭推倒，石頭扯動繩索，把木橋高高吊起，穩穩當當地架在了半空。2人高興壞了，黃毛拿出信號槍，朝天空發射信號彈，宣告他們有了階段性的勝利。村民們雖然愛說風涼話，可看到煙火時，也情不自禁地為他們歡呼起來。3個月後，2人終於把木橋修建完畢。然而，誰也沒想到，橋頭距離對岸竟然還有幾米的落差，完全跳不過去。更糟糕的是，此時恰逢雨季，遠處的天空黑壓压一片，眼看暴風雨即将來襲，脆弱的木板根本扛不住。可奇怪的是，他們倆非但不着急，反而眼神堅定，似乎在等待着什么。很快，暴風雨來了，狂風席捲整個山谷，村民們紛紛逃到堅固的磨坊裡避難。男人守在橋上，他迎着風雨，示意黃毛趕緊動手。黃毛毫不猶豫，揮舞斧頭砍斷繩索。下一秒，無數張帆布高高揚起，木橋隨之抬升，瞬間繃得筆直，剛好能夠到對岸。男人接過背包，和黃毛衝上橋面。原本致命的暴風雨成了他們跨越天險的助力。儘管橋上電閃雷鳴，火光四濺，可他們仍舊速度不減，一往無前。咆哮的風聲似乎也在為他們的勇敢而喝彩。可就在這時，固定繩索的古樹突然鬆動，橋面頓時往下一沉。男人和黃毛一個踉蹌，差點掉進深淵。眼看木橋即將坍塌，村民們被2人的勇氣打動，紛紛衝出磨坊，幫忙拽住繩子。橋面慢慢恢復筆直，男人趁機加速，一鼓作氣，高高躍起，成功跳到对岸。勝利就在眼前，他來不及高興，急忙轉身想抓住身後的黃毛。不料黃毛腳下一滑，整個人掛在橋頭，搖搖欲墜。儘管他反應很快，立馬爬上去，可就是這麼一耽擱，卻讓他無論怎麼努力，都始終無法抓住男人伸出的手。村民們咬緊牙關堅持，試圖為他們爭取時間，可橋上着起的大火卻把最後一絲希望也燃燒殆盡。沒一會兒，木橋便禁不住摧殘，開始崩塌下沉。黃毛放棄了，但眼中卻散發出堅毅的光彩。他扔掉繩索，拔出信號槍，朝天空扣動扳機，自己則隨着斷橋一起墜入了深淵。懸崖上，木橋支離破碎，最後的火光也逐漸熄滅，寂靜的峽谷又重新歸於黑暗。可就在村民們悲傷不已時，空中卻突然炸起一道絢爛的煙火，宣告着2個男人的成功。村民們興奮地擁抱在一起，為他們的壯舉歡呼。橋雖然斷了，黃毛也因此失去生命，可勇氣和希望的光芒卻深深地照進了人們心裡，永遠不會消散。